今年初，施明德先生因病离开了人世。我们这一辈对他的印象，可能是他当年担任倒扁运动总指挥的样子。但有些人或许不知道，施明德年轻时呢，可是个充满理想的革命分子。他曾经计划要发动兵变，推翻蒋中正，也曾经为了躲警察跑去整形。甚至他因为反抗政府蹲过26年的苦劳，被称为是台湾曼德拉。今天呢，就让我们聊聊台湾民主史上的传奇人物施明德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年的1月15日，施明德先生在自己生日的同一天过世。对于他的离去，不分蓝绿的政治人物一致感谢他过去为台湾的付出。就连当年被他发起倒扁运动的陈前总统也说他是一代枭雄，认为他是永远的民进党主席。施明德的一生可说是非常精彩哦。年轻时为了争取民主，前后入狱了3次，还差点因为绝食而命丧狱中，是很多人心中的革命英雄。但是又不少人认为，虽然他是台湾民主的重要推手，但后来过于贪恋权力，一生晚节不保。当年的倒扁运动更是一场闹剧。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施明德的一生究竟有多传奇，他为民主做过哪些牺牲，晚年评价又为什么会这么两极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会觉得手洗碗盘和餐具又麻烦又费时吗？今天要介绍一款洗碗神器——英国 Capsule 胶囊洗碗机。它拥有双层旋转水柱、360度深度洗净，总共6种清洗模式，还有烘干和 UV 杀菌功能，最快只需要15分钟，就算是隔夜咖喱也能够清洁溜溜。而这台的机身呢，更刻意的设计的更窄更高，不只省下了 50% 的摆放面积，还维持大容量，最多23件餐具都不是问题。只要摆好倒水就能够立刻开机洗碗，就算是租屋族或者是小家庭也不用担心空间和安装的问题。如果你也觉得这款产品很吸引你，现在购买呢还有超早鸟51折的优惠，则购买再享1年的保固。马上点击资讯栏连结去看看吧。1941年1月15日，施明德出生在高雄盐埕区。在他6岁的那年，他的爸爸因为228事件遭到了逮捕，被严刑拷打后入狱。入狱后的施爸爸呢，从此一病不起，并且在施明德11岁的时候过世。目睹这一切的施明德，从小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推翻蒋家政权跟国民党。而为了这个目标，施明德在高中时找来了志同道合的伙伴，成立了台湾独立联盟，大家相约一起考军校，打算透过武装兵变的方式推翻蒋家政权。而他们也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哦，在高2的那年呢，施明德真的从中正中学插班考进了陆军炮兵学校，之后也调到了金门担任军官。不过事情当然没有那么的简单，在施明德21岁时，台湾独立联盟就被国民党政府给抄了，包含他2位哥哥在内，一共好几十个人被逮捕。而作为组织领导人的施明德被以首谋叛乱罪处以无期徒刑。在侦讯的过程当中，施明德的牙齿还被全部打断，导致他年纪轻轻就要戴上全口假牙。而这一关呢，就是15年的岁月，大好的青春就这样子消逝。不过这样惨痛的经历呢，并没有浇熄施明德革命的热忱，这只是他对抗威权的第一仗而已。1977年，蒋介石过世之后，继位的总统严家淦宣布全台减刑，蹲了15年苦牢的施明德终于可以重获自由。这个时候他已经36岁了。对于很多的政治犯来说呢，出狱后可能会安分守己，不敢再碰政治。但是施明德并没有这样想，而是马上投起了当时正在兴起的党外运动。他跟伙伴成立了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创办美丽岛杂志社，试图呢在戒严时期的党禁之下，组成一个没有党名的党，对抗国民党的高压统治。由于施明德不断的发表批评蒋家的言论那为了避免被捕，他跟美国籍的人权运动者艾琳达结婚，让国民党不敢随便对他下手。但是就在隔年年底，美国就与中华民国政府断交了，让这一层保护网失效。1979年的12月10日，在世界人权日当天，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在高雄举办纪念大会，要求终结党禁跟戒严，而施明德正是这场大会的总指挥。但是活动当中，因为出现了闹场的不明人士原先和平的游行很快的演变成了激烈的警民冲突，引爆了台湾历史上面有名的美丽岛事件。事发之后呢，警察对于所有的党外人士展开全台大逮捕，而身为头号通缉犯的施明德，紧急找到了牙医师张文英动了整形手术，希望能够躲过追捕。但是最终施明德还是在隔年1月遭到了逮捕，结束了将近1个月的逃亡。
1980年2月，政府对于美丽岛事件进行公开审判。当时法庭上面被起诉的，除了有施明德，还有林义雄吕秀莲、黄信介、陈菊等人，所有人都面色凝重，只有施明德一个人面带微笑，手插口袋，看起来毫不在乎。深知自己难逃一死的他，不但没有任何的求饶辩驳的意思，反而借着公开审判的机会，向所有人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表示，党禁、报禁、戒严令呢，还有万年国会是台湾民主化的4大害，还说台湾应该要独立，而且事实上已经独立了30多年了，现在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他的这些发言呢，也传到了海外，让很多人第一次了解他的理念。最后呢，在国际压力之下，施明德从原先的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人生第2次入狱。而在近次的入狱期间，发生了著名的陈文成命案以及江南案。得知消息的施明德在狱中宣布绝食抗议，要求政府呢停止恐怖暗杀，解除戒严，并释放其他美丽岛的政治犯。施明德绝食的过程长达了4年7个月，而这段时间呢，政府为了不让他出事，用鼻胃管强迫灌食超过3000次。尽管很痛苦，但施明德依旧是坚持不吃任何的食物。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严，随之而来的是减刑跟假释的机会，但施明德仍然坚持自己是无罪的，表示您要尊严，不要赦免。1990年，李登辉宣布对于美丽岛事件的特赦时，他还是呢要坚持是无罪释放，当场撕毁了特赦令。直到李登辉呢正式的宣布美丽岛事件判决无效，这场为期10年的漫长对抗才正式结束。当施明德再次出狱的时候呢，虽然还不到50岁但他的人生却有1半以上的时间都在牢房里面度过。在这次出狱之后，台湾迎来了第1次的总统直选，而施明德也在这段期间当选了台南市的立委，并接任民进党的党主席。不过，民进党并没有赢得第1次总统选举，施明德为此辞掉了党主席，而且他还因为之前违反集会游行法的案子被判拘役，以现任立委的身份第3次入狱，服刑了41天。2000年，陈水扁当选了总统，台湾首度政党轮替。施明德表示，他从小的梦想推翻国民党已经实现，决定退出民进党。在这之后呢，他以无党籍的身份参加了立委跟市长的选战，只不过施明德3次参选3次失败，很多人认为施明德已经失去了他的政治影响力，又有些人直接表示没了民进党，施明德什么都不是。但是不久之后爆发的红衫军运动可以说是狠狠推翻了这些说法。2006年，当时的陈水扁政府呢，接连的爆发了贪腐丑闻。施明德决定发表一封给陈水扁的公开信，信中写道：国家最大的危机在于人民失去信任，呼吁陈水扁勇敢的认错，鞠躬下台。不久之后呢，他发起了100万人民倒扁运动，以1人100元的口号，在短短10天内呢，募得了超过1亿元的资金，也号召人民走上街头要阿扁下台。从9月开始呢，倒扁总部发起了几波的抗议行动，人们身穿红衣，在凯道还有台北车站静坐，而整个红衫军运动呢，也在10月10日的天下围攻达到了高峰。当天的抗议活动呢，史无前例的从早上9点持续到晚上12点，前后呢，总共有数十万人参与，整个台北市的捷运交通更是一度瘫痪。声势浩大的红衫军呢，让施明德的声势再度的创下了高峰。但是几个礼拜之后，倒扁的热度渐渐的消退，红衫军内部也闹不和，导致组织变得越来越松散。最后，施明德呢，在12月5日宣布自囚，绝食直到陈水扁下台，这场运动才就此暂告一段落。红衫军运动结束之后呢，施明德这个名字在新闻上面消失了好一阵子，但他还是继续透过各种管道发表自己对于政治的看法。像是2010年，他登报发表了施明德的紧急呼吁，要大家小心 ECFA 当中的陷阱。2013年，他公开声援了香港的民主运动，也在同性婚姻争议时表态支持同婚，但因为要求蔡英文公开自己的性倾向，受到许多人的批评。2014年，他在318选运时批评马英九违宪滥权，形同独裁，而他的女儿施蜜娜在议场上面所期的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是义务，更成了当年运动的精神标语。隔年，他以74岁的高龄竞选总统，想用公民联署的方式跨过参选门槛。当时他提出了联合政府的主张，并且要求呢把中央政府改为内阁制。不过当时的联署没有成功而这也是施明德最后一次的参选。在那之后，他把心力转向写作，出版了5本书，记录下他所经历的历史，还有他对台湾未来的盼望。最后，在2024年的1月15日，恰好是在83岁生日的这一天，施明德因病离世，结束了他不平凡的一生。回顾施明德的人生，我最常听到的评价恐怕是晚节不保。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当年的红衫军运动。不少人批评呢，红衫军看似想要反贪腐，实际上呢，只是让国民党跟红统势力能够借题发挥，打击民主制度，也破坏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
而且有人质疑施明德之所以发起运动，是想要在失去影响力之后发动政争，重新的夺回权力。就连2015年他宣布以独立参选人身份投入总统大选时，也有人认为施明德只是贪恋权力，觉得台湾人欠他一个总统。不过也有其他人为施明德喊冤。以红衫军运动来说呢，他们认为施明德没有错，错的是失去初衷、自甘堕落的陈水扁，而施明德呢，才是那个真正不分蓝绿、只问黑白、一直坚守着党外精神的人。像施明德这样子才是真正理想的政治人物。为了追求公平正义，他永远站在反对政府的那一方，就算是执政的多数都是他过去的伙伴，他也不会心软，永远为自己心中的理想奋斗。不过施明德的故事呢，我们觉得浪漫的政治改革家这个称号大概就是他一生的写照。不管是年轻时武装兵变的计划，美丽岛大审时的从容赴议，还是坐监牢时对于革命无罪的坚持，都可以感受到他一直在用一种非常潇洒的态度去面对这个社会还有他的人生。那么觉得这样的人格特质呢，作为一个冲锋陷阵对抗威权的革命先锋，可能是很适合的。但是不同时代的舞台可能需要不一样的角色来登场。随着解严政党轮替，台湾迈向民主化之后，社会需要的领袖不再是义无反顾向前冲的革命家，而是善于沟通协调跟治理的政治家。我们在想，作为一个前半生都在跟独裁政权战斗的人，或许施明德在民进党上台之后，有点适应不了不用战斗的生活，找不太到自己在台湾政坛当中的新定位。就像他前妻艾琳达所说的，由于施明德坐牢太久，他已经跟立法委员或者党主席这种必须日理万机的生活模式格格不入了。这恐怕也是为什么施明德到了晚年，很多激烈的言论或者行为被认为是作秀失言，开始让他招来了很多的负面评价。或许他的作风没有改变太多，只是台湾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台湾了。不过虽然评价两极，但施明德早年对于台湾民主的贡献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觉得看完了施明德的人生，就像是看完了一部缩小版的民主发展史。从他革命的经历可以看到，台湾的民主真的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冲撞，才有了今天的面貌。那最后呢，我们也很推荐大家等一下可以再去看看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李登辉、野百合学运的影片，或许看完之后，大家会对民主有不一样的体悟，更加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环境。好的，那这集呢就先到这边。今天小罗问大家对你来说，你会怎么样评价施明德呢？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台湾。他为台湾付出很多，但他也想要得到权力跟镁光灯，所以他浪漫到有点不切实际。这样的人呢，真的不适合从政。第一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施明德的故事。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刚刚讲到的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